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大家最近在关注的 KVK 应该不是正在打的 KVK， 而是正在报名的 KVK。那么之前曾经有一起打过架的1960、1365、1093，他们也是报名了。但是这一次报名牵涉到另外一个王国1034。那如果你是国际服的玩家，应该都知道1034 1V 这个王国是常胜军，一直以来都是拿联赛冠军的。不过 1V 他们是联赛比较厉害，但是 KVK 呢，其实表现还算一般。时常会逃避 KVK， 不然就是把自己战力压到非常低，去跟一些 A 王国打 KVK。 来说一下这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吧。原本1034是有报名 KVK 的，但是在听说最后倒数5秒的时候，当960一报名了，1034就取消报名，所以他们的名字也从 1V 变成 RunV。 那论坛里面也是开始有很多玩家在那边嘲笑 1V 哦，怕死不敢打架，就变成这一次报名的王国有包括1365、1093、1960这3个先锋王国。那么因为匹配时间比较长的关系，我们等这个地图匹配结果是等了7天。但是在这7天里面，其实我们除了期待之外，还有在烦恼。烦恼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一次报名的地图是奥尔良之围，王国人数其实影响还蛮大。我们先不要说7个部队，我们算5个部队就好，毕竟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氪金。只要每个玩家带5个部队，然后每个部队都带3个助阵技能，基本上只要王国人口数量够多，并且是活跃的情况下，基本上要打死那些氪金的先锋王国是轻而易举的。打个比方，像1093他们拥有4个百亿联盟，然而960只有2个百亿联盟，这样子的数量差距，只要1093那边的玩家足够多够活跃，基本上要秒掉960的玩家是轻而易举的。所以当我知道他们这3个王国都报名这个地图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紧张的。地图选择是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怎么外交。那么可以知道的是365跟960是绝对不会合作的，至于1093会跟哪一方合作还是问题。但是365跟960比较起来的话，明显960的玩家是比365还要少很多的，所以照理来说1093应该要分配给960才对。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1093跟365合作，然后960跟其他的剩下3个阵营合作。那我去看了一下列表，基本上大多数的先锋王国是已经正在打 KVK， 不然就是报名了其他地图。也就是说，很大可能这个地图就算是匹配成功的，那如果那2个王国合作的话，也就变成960要带全部 A 王国去跟2个超级人口先锋大国打架。但是换个说法，如果1093跟960合作，我觉得365有很大可能会弃权不打，并且最近好像还蛮流行放弃不打 KVK 的，变成一个很不好的文化，以弃权的方式来威胁对方。所以在这几天的报名里面，我们想了种种的可能性，有可能1093跟365可以匹配成功，然后960被踢出外面去其他地图，就让那2个先锋大国对打。又或者365跟960在同一张地图的时候，其实还可以打的。960跟1093在地图里面也是可以打的。但是不管怎样匹配都好，至少都是比这3个王国在同一个地图里面还要容易交谈。但是因为他们这一次选择的地图是奥尔良之围，奥尔良之围是比较分布均匀的地图。相比之下，如果想要其中2个先锋王国，比方说960、1093、1093、365、365、960对打的话，就必须要报名兵无常势，2个先锋王国在最左手边。就像之前约战5月1号的那个情况差不多，全部先锋王国报名，但是报名了兵无常势就变成分成2个地图了。那我们期待着早上8点出来的结果，没有想到960是匹配失败了。因为我也有账号在960，当我看到结果是匹配失败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还有可能365跟1093可以打起来。但是我去看了其他的群才知道365、1093也是匹配失败。当问题变成这个情况的时候，就很多玩家开始去责怪 RunV 了。现在有不少的玩家认为，就是因为 RunV 他们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报名，导致到这3个先锋王国没有办法匹配成功，变成 RunV 的名声从原本已经很糟糕了，现在更加糟糕。只要你是先锋王国，你跳过报名，不想跟其他的先锋王国一起打架，都会受到一些言论的批评，说你胆小不敢打之类的。这可能也是每个先锋王国的压力吧。但是我个人其实是很不理解为什么1034不要报名打 KVK。 我去看了前300名的玩家战力排行榜，第1名居然是1034，也就是 1V。 唯一的理由就是 1V 现在目前在打着联赛，他可能是怕 KVK 会影响到联赛的发挥， KVK 死兵导致到联赛没有兵用，
但是我想说365、1093、960这3个王国依然也是在联赛里面，所以我认为把联赛当借口，这个已经不是借口了，人家都敢出来打，为什么你不敢打？并且1V 曾经有好几次在邀请赛、巅峰赛都打败过1960，但是一直以来 1V 都是一直在躲着960的 KVK。 960其实有发出过很多次邀请1034跟他们一起打 KVK， 直到至今960已经打了11场 KVK， 有不少的先锋大国都已经遇到960了，也有不少的先锋大国都已经给960打到灭国了。然而已经很多年都是在先锋王国的1034，从来就没有遇到960。不只是960而已，其他的先锋王国比较难打、比较难对付的，基本上1034都会逃开。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玩家们已经受不了了，直接把他们的名字改成 Run-V？ 尤其这一次是最离谱的，最后倒数几秒钟取消报名。那960在最后几秒钟选择报名，我觉得也是为了要追击1034，但是没有想到 1V 逃得这么离谱而已。所以今天结果出炉，虽然匹配失败了，但是有不少的玩家其实还是蛮期待下一次的匹配结果。因为根据我自己的收集，这个列表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前300名玩家战力排行榜的前20名王国。基本上现在的先锋王国大多数都是已经在打着 KVK 了，不然就是刚报名而已。那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次报名不成功了吧？左手边的列表这4个王国，我去算了一下他们最后一次报名 KVK 的时间，基本上下一次就是最后一次报名了。假设我没有算错的话，就是说这4个王国肯定要在同一张地图里面，那不排除右手边的2112有可能会加入他们同一张地图。至于2377，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，因为他们才刚结束 KVK 不久而已。那么如果下一次再报名不成功的话，其实问题还是很大的。不管是像1V 这一次这样子最后一刻报名取消，或者找不到适合的对手报名，对这4个先锋王国来讲问题都是很大的。基本上这4个王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打仗了，假设再持续休息下去，有很大可能就会像254这样子，慢慢没有人跟他们打，没有办法匹配成功，最后导致到王国灭亡，活跃度下降，移民弃坑。那960是肯定会报名的，1093也是会报名，365的话一般可能性。至于1034，我觉得他们很大可能又会再逃。但是你们也看到列表了，如果1034又在逃，假设说365、960、1093都报名成功了，也就变成只有他一个王国是最高战力，其他的王国没有办法跟他打，就变成他后面报名越来越困难。除非那一张地图刚好每一个阵营都有2个 A 王国组合在一起跟1034打，否则1034就要等其他的先锋王国结束了 KVK 之后，然后等一段休息时间才可以报名成功。这里就问一下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1034他们会选择继续逃跑呢，还是约战下一次一起打？不过最后我们来说回一下这一次报名为什么不成功。那么你们也看到了，这一次报名的王国只有76个王国，除去了刚刚讲到的那3个先锋王国之外，也就是说如果其他的 A 王国要跟那3个先锋王国打，就必须要拥有6个 A 王国实力是差不多的才可以匹配成功。但是你们看这一次的报名只有76个王国，我认为这76个报名的王国呢，可能没有6个 A 王国可以跟他们匹配在一起。更惨的情况就是兵无常势，只有35个王国报名而已。神级妙策还好一点，至少还有94个王国报名。至于各位对这一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OK，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，原本在刚刚应该要结束了，但是我又收到另外一张截图。这个截图是 1V 在8月9号，也就是前几天所发布的公告。那他在邮件里面明确有说到，在这场 KVK 匹配之前，960是已经瞄准了他们1034，他们的领导层也是发现到了这件事情，所以展开会议讨论。他们想了各种的情况，当他们意识到如果跟960对战的话，他们将会处于劣势的情况，可能会弃坑，可能会移民，可能中低战力的玩家会被消耗殆尽。他们意识到这个情况，所以他们跳过一次 KVK， 接下来的比赛会充满乐趣。他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创造一个比较有趣的 KVK 匹配，请相信他们的执行团队。所以各位，你们不用再怀疑了， 1V 就是明确的要逃离960他们就是不敢跟960打。但是你们也看我刚刚分享的图片，那全部王国都报名成功的话，也就变成 1V 他们打的王国即将是很弱的王国。原来他们的执行团队说充满乐趣的匹配，原来是用大王国去欺负小王国。所以各位，你们不要误会了， 1V 他并不是在逃跑还是什么，他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他不想要让他的王国灭亡，他不想要让他的中低玩家受苦。
他们只是想要为1034的玩家带来充满乐趣的 KVK， 他们的王国实在是太有责任感了。哪里像那个960，明知道有什么王国报名还要执意去报名，让960的玩家又要找代打，又要氪金，又要熬夜，辛苦的要死。哎呀，